好，回到节目来关注的是解放军相关的议题啊。新华社报道，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礼拜呢，在八一大楼，就是北京这边的八一大楼，以视讯的方式呢，向解放军指挥作战员、还有武警部队官兵以及军队的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还有民兵进行了新春问候。马上要过年了，他说过去的一年很不寻常，很不平凡。而在讲话中呢，特别之处在于，习近平强调，全军广大官兵，特别是基层官兵，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忠诚履行职务，尽责聚力攻坚克难，完成各项的任务是完全过得硬，信得过的。在春节期间这个特别是在前夕也看到了军委副主席张生明也代表了习近平到北京数位区这些驻京部队去看望慰问解放军的官兵，并且强调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要求加强练兵备战。好，那怎么样解读这个习近平特别在讲话中去凸显基层官兵这个政治意涵呢？我们怎么看？其实我觉得，我反而不觉得基层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主要原因是它的场合是在过年前哦。过年前其实就像我们总统一样，他到这个去各单位慰劳，他一定会是慰劳基层，所以我觉得他讲话对象是基层，我觉得不是重点，重点是听党指挥这件事情，习近平非常在乎。那因为在中共20大之后，这个整个解放军变成这个主席负责制了。其实你看这个是过去的这个胡锦涛时期，跟后来习近平时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从9个变7个。那第二个迹象是，你看新华社的这个照片，习近平在现在照片。胡锦涛以前是大小一样，然后跟其他9个常委放在平行的位置，但是习的照片是凸显在非常大的上面。这个有兴趣可以查一下新华社官网上面的这个照片哦，那就表示习他要告诉大家谁是老大，就只有一个人哦，他没有这个集体负责制的问题了，就是主席负责制。所以在整个军事的政治局常委是这样，在军委会也是这样。现在他肃清完之后，看起来暂时也没有要补的意思啊。这个我猜可能也许最快要到2027年，就是21大，或者是也许2026年。我觉得他现在可能不太会补，但是这个权力就握在他手上。对，那所以他不断的喊话这个听党指挥，事实上他一贯这么喊，但是最近的因为这个重要的军头都被他肃清掉，尤其是张又侠，他握有真正的实权嘛，因为他是军方出来的，有过去战争的经验。然后现在的整个解放军，因为他已经75岁，他在中央这个军委会待的时间又很长，所以他的这个整个军队的指挥能力很强。但是对于一个君王来讲，他碰到两难的困境，要一个忠臣还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这2件事情如果同时发生最好。但是如果择一的话，其实对于一个君王来讲，他害怕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属下，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颠覆他的政权。老师，那你怎么看？因为现在军委会现在只剩下2个就连同习近平的话剩下2个，另外一个张生明那大家也在很好奇说，接下来张生明的这个动向。对，这个就是问题。张生明大概就不是一个具有专业背景的一个军人，因为他的背景虽然过去在火箭军，但是他是这个等于是政战出身，有点像我们政战总政出来的。那他管的是意识形态，然后还有这个一些党的纪律的问题。后来他就做纪检嘛，就是军队的纪检，所以其实他没有带兵打仗或带部队的经验。那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我相信他会很困难去指挥这么庞大体系的解放军。但是呢，他是一个忠诚的人。所以我不太认为他会变成张又侠第二，因为张又侠他第一个他是红2代这些人这些老红军吃他这一套，那再来他在军队里面的权力很大，这些东西习近平没有，因为习近平不是军队历练出来，所以但是呢，现在的张生明并没有这样背景。所以他对习是没有威胁的，所以我不太认为习现在在中央军委会只剩2个人，包含他自己之外，他会再把这个人给整肃掉，因为这个人对他没有威胁性。OK， 所以还是从忠诚跟能力这2个角度去看就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忠诚那《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在这个时候呢，其实看到美国 CIA 有一个动作，中情局呢在12号他们发布了一段新的影片这个目标呢是说要招募中国军方的间谍在影片当中也强调说，对解放军内部的一些贪腐的指控，而说呢，这些腐败的行为呢，已经导致多名将军还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高层领导被免职。那尤其呢，他们强调说，这个中央军委会其实就是中方武装力量最高的
党这个属于共产党的军事机构。好，这个中情局的局长啊叫里克雷夫，他也表示说，中情局的影片已经触及到很多中国大陆的公民，而且将会继续提供中方政府官员共同迈向更光明未来的机会。我想请教一下 Russ 啊，这个 CIA 这个时候当然这个是一个就是 propaganda， 就是一个宣传哈，这公开高调的宣传说，我现在要招募中方的间谍，说要渗透中国，你怎么去解读他们的这个 move 这个动作？算是美国相关单位，包含 CIA 的例行的工作，当然例行性的工作，我觉得 OK，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包含中国啊，我们知道美国到处全球都要招募其他人、其他国际出卖他们自己的国家，提供给美国相关的情势。那当然，目前美国会认为最重要的对象就是中国，所以每几个月美国会有类似的宣传的影片会出来，不是最近几年第一次了，已经有几次，但是。我觉得这个 timing 这个时间可能是一个巧合而已，不是因为最近中国谁被调查，我觉得是一个巧合。我为什么这样说？他们在放假，中国要放假的前几天公布这个影片。那在中国很多人不会理了，对不对？很多人在准备放假了，所以如果这个 CIA 真的很了解中国的话，他们会在这个时候公布吗？有可能吗？点到一个重点呢，其实美方在做事情的时候都不从这个中国或者华人的思维去想，你在哪一个 timing 是最适合的？对，2月12号是放假前几天，放长假的前几天公布这个影片，这个合理吗？的确，所以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我觉得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我觉得他们花很多时间在准备这个影片，然后做完就公布了。对 ，OK， 好。但你觉得说真的，就像是 CIA 讲的，他现在有点像是公开悬赏哈，就是说我要情报，你们都提供给我情报，然后呢，我就是有点像公开招募啊。可是如果他真的想渗透的话，他一定是私底下，他不可能是公开这样子的，对不对？那他公开讲这样的话，他渗透得了吗？还是会有了，还是会有，不管是哪一个管道，美国相关单位的确有各式各样的管道渗透中国相关中国或其他国家的不管是军官、外交官等等，那不管是吸引这些国家驻美国的官员，比如说中国驻美国的外交官，或者美国相关单位在中国国内吸引这些人士，这些情报单位要动用各式各样的工具跟管道，这个是很正常。好，因为整体来看，现在已经是2月，马上对华人来说重要的农历春节要来了。那当然，接下来这一整年哦。目前的分析看来都是中美的关系看似会是比2025相较于2025呢会稍微缓和，但会不会是台面上缓和，但是台面下是波涛汹涌哈，这值得关注。不过对于美方来讲，最重要的对川普来说其实是年底的选举，但对中方来说呢，内部的经济问题要先赶快整顿，要搞好。香港文汇报也报道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啊，他在社交平台上面发文，他说呢。他主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的会议啊，领导全体司局长开展这个对接“15+5”规划的准备工作，也强调呢会领导香港特区政府建构系统性的政策框架，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对重点发展领域做出更全面、更精准、更细致的战略部署，那推动香港更好融入这服务国家发展的大局。另一方面，也听到了四川省的港澳办公室的副主任马聪，他表示说，今年啊是15开局之年，也是深化川港合作的关键年。他也强调说，香港长期以来都是四川最大的外资来源，所以从金融面来看，因为平常陆老师对金融这方面哈，这个非常的敏锐哈，对国际资本流动也知道，有很多的见解。这一年香港会如何对接中国大陆北京当局这边国家最重要的“15+5”计划？
对香港来讲呢，今年的确是它重要一年，因为这是它第一次把它的香港的政策节奏要跟中国大陆的“15+5”的计划能够紧密结合。它第一次要把它的这个政策要跟中国大陆内地的政策要完全吻合，要推出一连串的措施。那对他来讲有3个很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就维持香港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这个定位是不变的。第二个，依然维持所有外资来中国的一个窗口，它是中国对外金融机构的窗口。第三个，香港它要发展它的创新科技，所以它要用今年能够推出30家的独角兽来配合中国大陆发展科技的这个决心的。对，那的确。香港在过去1年表现非常好，我们是没有注意，因为我们股市太好了，我们都忘了香港。香港仍然是全世界 IPO 第一的，去年表现最好，有119家公司在香港挂牌上市，然后募集资金是2858亿的港币，是比前1年多了2.2倍，所以全世界它是募资第一的，所以它在金融中间地位全球是第3，但是在募资它是第一的。你看一下，这非常。还有中国大陆的好的企业全部都跑到香港去挂牌，尤其是科技股，像宁德时代去年跑到香港挂牌，它从263港币涨到360几块港币，涨幅到75%，所以它会是所有中国大陆优良企业来募集资金最好的一个窗口，都是在香港。所以我们看香港它这样的一个表现就可以吸引很多外资来持续的吸引，维持它的这个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这个地位。那它跟上海跟新加坡有什么不同？上海是中国对内的金融中心，但不是对外，香港是对外。对。那新加坡呢？新加坡它没有科技产业作为一个资源，没有中国政府的一个政策资源，所以这是香港优于新加坡跟上海的一个最大的利基。是，所以香港其实它有一个使命感，因为我记得前几年大概近年来曾经有一度，它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世界第一的金融中心地位是被新加坡，就是特别在亚洲这边给取代，后来又把它拿回来了就是说这个地位其实是要抓住是非常重要的使命。好，所以呢，接下来就是会像陆老师所分析的不管是成为这个离岸中心，还有呢大量的引入外资，就会是重点项目。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